Hello， 大家好，我是Lisa江。在遥远的落基山脉靠近北极圈的地方，从18世纪以来，狩猎的生意就没间断过。有一群猎人依循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取之于大地，用之于大地。虽然打猎和贩售动物的毛皮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方式，不过一名真正的猎人只会获取他们需要的，绝不贪求和滥杀动物。这部电影里的主角阿诺本人的职业正好也是一个猎人，所以整部电影所有的野外求生技巧和大自然搏斗的惊险画面都相当真实的呈现，堪称纪录片的经典。导演和剧组总共花了2个严寒冬天消磨在北极圈，例如阿诺和爱犬坐着独木舟远去的这个场景，正是在零下50度左右的清晨拍摄下来的，光想象就不必吹冷气了。阿诺的老婆芭蕉是一位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她陪伴着阿诺和中心的几只雪橇犬，过着与大自然为伍的生活。但是我说真的，当我看完这部电影，完全无法想象可以在那里活着超过5个小时。终年低温，无法天天洗澡，出门得先跟小狗做好沟通，否则小狗嗨过头带你去冰河游泳。而且没有 WiFi， 没有网路，只有大自然、大山、森林、动物园、针叶林。有画面有真相，就先来看几个阿诺和芭蕉差点被动物和大自然搞死的独漏镜头。第一个，马的勇气比人好，和2匹马一起渡河差点灭顶。这个画面害我误以为电影开播不到半小时，主角要买单了。所幸动物的生存本能实在太强，马也会游泳呢。第二个，雪橇狗94嗨，狗狗一个不留神就把整队人马带进冰湖里，小狗乱叫，但是主人心脏还在跳。这几只雪橇狗自行脱困之后，自顾自的带上行李就直接跑走了，完全忘了后头还有一个主人泡在冰水里挣扎。幸好机灵的哈士奇阿木发现了主人就在不远处呼救，立马带队360度大回转，回头拯救主人阿诺。第三个，拍片不要命。片中的阿诺为了探望老朋友，在回程的时候不听朋友的劝告，带着狗儿硬要走那条峡谷捷径。没料到北极圈的残酷冬天一来临，力量强大足以杀人的暴风雪开始肆虐，阿诺和小狗们寸步难行，在能见度不到2米的狂风暴雪里行走这些狗儿凭着本能寻找前进的路。听说导演为了拍摄这一幕剧组差点整个被团灭。摄影师要在零下50度的暴风雪中扛着摄影器材，所有人搏命演出，才有这珍贵的一幕戏。本片的重点正是描述真实猎人的生活形态，带我们一窥原始的北美落基山脉当地人的生活。狩猎这一行饭我看没有18般武艺绝对无法胜任难怪阿诺是最后的猎人在这么原始的地方，连想找个地方棒赛和尿尿都要担心会有熊出没。过着如此危险生活的阿诺会有哪些惊人的日常技能呢？第一个，驾驭雪橇狗。雪橇犬在当地人的眼里是珍贵的财产，也是交通工具的一部分，更是贴心的陪伴犬。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雪地摩托车，但是忠心耿耿的雪橇狗陪着主人出生入死的那份情谊却是任何事情也替代不了的。第二个，自己盖房子。亲手盖一栋森林小木屋，或许是某些人的梦想。看着猎人阿诺从伐木砍树，再用借来的马儿搬运木头，亲自测量尺寸、设计、刨木修整，他俨然就是一名出色的木工师傅。而且盖木屋的所有材料皆取自大自然，看了真让人五体投地。第三个，要具备化学知识。阿诺的日常一切都跟大自然有关，除了盖房子造船修船也是他的日常。取下树皮提炼出胶质后，用来修补船身破损。天然无添加的防水胶竟然可以自己提炼以前的猎人果然都不是普通人第四个，狩猎技能兼动物学家。这个更不用说身为一个猎人，要在充满危险的地方猎捕野生动物，不是你以为随便开2枪就要打猎。动物大多属于群居，野生动物警戒心高，一旦被发现，除非是落单脱队，否则人类也无法越雷池一步。需要耐心观察一段时间，
了解动物栖息地和习性，否则哪天倒霉换你踩到大棕熊的地盘又慌慌张张时啊，恐怕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看到这，来玩一个大家找动物的游戏。本片里会不时出现一些我们平常没机会看到的野生动物，你们可以和有点木干的 Lisa 酱一起来计算一下，总共出现了哪些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北美洲的寒带风光可不是平常想要欣赏就看得到的。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雪橇狗认真专注拉雪橇的可爱模样，和实地拍摄令人叹为观止的魔幻北极光，这部让人惊叹连连的纪录片非常值得一看哦。人生何处不相逢，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 Lisa 讲，积极分享，订阅频道，再顺手点个赞哦。下回见。